他手段狠厉，不惜以朝中重臣性命为自己权谋叛路，臣女规劝无果，反被他以温家满门性命要挟。他已然猖狂到这般地步，将来若坐稳储君之位，江山必受拖累。此事非同小可。你先假意顺从，保全温家。我绝不会坐视他残害忠良，祸乱朝堂。我心中已有可联手布局之人。此符专朝堂私会传信所用，请苏清燕插管一句。不必戒备，我们目标一致。原来各位早已洞悉局势。太子手段阴狠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同心聚力破此危局。太子党羽根深蒂固，需寻其破绽，逐个击破。我探太子私下往来，掌握其结党实政，世家舆论、朝堂风议，我有太子盗取策伦实证，可击碎其朝堂名誉。我已收集太子陷害忠臣罪证，只待时机。我入职内廷，随驾御前，可静观朝堂动向，紧盯太子私弊，暗中搜集其谋逆把柄。世人皆说太子品行高洁，体恤文人，这般温润储君，定然能赏识我的笔墨才华。又是一个被假象蒙蔽的姑娘，看人莫看表面谈吐，日久方知本心。多谢苏姐姐提点，婉宁先行告辞。女子之身寸步难行，我将舍弃女子身份，束发着南山，踏入朝堂，执掌权柄，打破桎梏。我亦要静待时机，点醒所有被权贵假象蒙蔽的世家女子。安阳公主日日缠奏圣上，只求常伴太子身侧。吏部尚书之女谢灵溪亲手缝制御寒披风，预备赠与东宫太子。朝野上下人人称颂太子重情重义，痴胎。一切皆与前世别无二处。太子刻意吊着那些女子，只为拿捏各家深厚的朝堂势力，用心和其深沉。尽数收了女儿事务，替我束发，换男子衣衫。今日起，我不需这些娇柔累赘。从此再无闺阁苏清言，唯有苏家二公子入局黄华，改写宿命。慌什么？朝堂殿试落幕，新晋状元正是苏清叶。这般风骨难驯的奇才，不能为我所用，必成大患。如今苏清燕新晋状元，深得圣心。殿下不必着急，这苏清燕从头到尾并非男子。我朝律法明令，女子不得入围科考。她顶着男儿身份蒙骗朝堂文武，此话当真？可有确凿证据？殿下放心，臣早已暗中派人追查许久，他日常起居诸多破绽，家乡邻里都可寻到人证，只需寻合适时机，将证据递至御前。一旦查实，欺君重罪，苏清燕必死无疑。举荐他的一众朝臣也会遭受牵连，偏向他的势力，顷刻间便能肃清。时机该如何拿捏？贸然上奏太过突兀。殿下无需多虑，3日后，陛下设琼林宴款待新科贤臣，便是最佳时机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铁证如山，坐实他欺君罔上的死罪。此事务必隐秘行事，绝不能让苏清言提前察觉分毫。臣定严密部署，根除隐患。苏清燕清正无党，才华经世，只因圣郡过剩，阻碍太子前路，便被强行罗织欺君灭门所罪。父皇真的狠心将我远嫁边关。公主，陛下素来疼惜你，怎会舍得让你远赴苦寒之地？深宫从无莫名旨意，陛下犹豫再三，最终松口，怕是有人步步进谏，力主和亲。你是说，不会的，皇兄素来待我极好，处处护我周全，怎会刻意劝父皇送我远赴苦寒之地？
公主只需看清谁真疼你，谁在利用你。父皇，边境兵权至关重要，以皇妹一人换边境10年安稳，值得。你为夺权位，竟毫不犹豫将我推入骨寒一国。皇兄，你为何逼我远赴边关和亲？皇妹，你只顾儿女情长，全然不顾天下家国安稳。何为家国？不过是拿女子兵权与储君势力。安阳，你先退下。你去，传苏公子前来请宫外见我。我从未想过，皇兄竟会为了权位，亲手将我推入地狱。公主，此事不该伤心。我不愿远嫁和亲，奈何生命难违。臣有一计，可助公主规避和亲，无需违逆圣意。快快道来。公主可上奏陛下，以潜心为先帝守孝为由，暂结和亲旨意。时至今日，我才看清太子的伪善狠毒。我定要他为今日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可与你联手，为你提供宫中情报。太子多行不义，我早有铲除之心。既然公主愿提供宫中情报，你我便强强联手。从此你我同心，是要让太子付出代价，一定要静待时机，一击制胜。药性偏差，莫非是配药疏漏？微量日积月累，不伤真身，只慢性耗损。太子日日服下的调理汤药，竟是为害人准备的毒饮。殿下，汤药养身救人，不可用来藏毒害人，还请殿下放下歹念。臣女行医半身，只知救死扶伤，不懂权谋因害，不愿见忠臣蒙冤而死。知晓太多，便是取死之道。此事若敢外泄半句，孤定降罪温家满门，株连9族。臣女不敢多言，满门性命牵系，贸然发难只会自取灭亡。如今只有假装顺从蛰伏，才能保全家人。放眼朝廷，唯有靖王正直可靠，我只能冒险求助于他。殿下，臣女有要事密报，太子暗藏祸心，欲借汤药构陷忠良。此人气质不凡。这位公子，请留步。不知公子师从何双？在下一介布衣，名不自等。公子若有意，可入东宫，本太子必重用之。草民才疏学浅，不敢攀附东宫。此人生性桀骜，很难掌控驯服。殿下，这披风厚实些，您暂且披上御寒，莫要染了风寒。婉宁手巧，这披风做工精巧，深得我心。方才回绝太子招揽，你就不怕就此得罪东宫，前路步履维艰？立身自有本心，依附权贵得来的坦途，终究受制于人，并非我所求。太子势大，无人制衡，殿下贤明有声望，可殿下始终步步退让，避权不争。世人皆当我沉疴缠身，不问世事，也就你一眼看出端倪。往后行事多加谨慎，莫沦为各方棋子。承蒙王爷提点，草民只求问心无愧。东宫汤药最是暗藏玄机。瞧这身御衣庄壮，应当是去往东宫当差的太医。靖王特意出言提醒汤药暗藏手脚，想来东宫之中早已暗流无凶。这位医者性性单纯，若是稍有不慎，怕很难全身而退。眼下时机尚且未到，不急于出手干预。朕方才所言是守国法纲纪，但靖王此番话直击利败。朝堂规制守的是根基，不是迂腐守旧。你不随众流，不执偏见，分得清法度本心与世俗俗弊，眼界格局远超众人。朝堂断案，论功过不论尊卑，便本心不随俗流。往后凡遇事，皆一律秉公，据理断是非，休要再以世俗旧弊无端构陷朝堂贤才。臣叩谢陛下，臣自知身为之之错，铭记于心，绝不敢忘。往后臣必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。谢父皇。
竟被他这么轻易就脱身了。这个萧彻今日也敢帮他说话了。此前揭发已经失利，错失良机，如今不能再任由戾气借机站稳脚跟。前番揭发失利，苏清言势大难治，动用所有暗卫斩除隐患，稳固东宫根基。是。你即刻出宫，避开所有东宫眼线，将信送至苏府，让他早做筹谋。另外，派人暗中尾随丞相心腹，暗中打乱他们所有布局，不可打草惊蛇，不留半点痕迹。陛下，臣有惊天要事弹劾新科状元苏清燕。此人胆大包天，女扮男装，欺瞒朝堂，委身应试博取状元之名，实属欺君罔上，罪无可赦。此言当真？欺君应试乃是滔天大罪，丞相既已弹劾，便即刻呈上证据，当众举证，不得虚妄。老臣不仅备有指证，更有人证当堂对质。草民作证，苏府昔年家中确有一女，常年身居闺阁，从未出仕读书。如今新科状元根本不是男子，却为女子欺瞒朝廷。是，草民自要与苏府为邻，亲眼所见其女儿身模样，绝非男儿身，此事千真万确，绝无虚假。人证确凿，证词属实。苏清燕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确为女子，但臣绝非欺君。律法禁女子入室，意在防止女子无才误政，乱朝纲秩序。敲定行动时机，除掉苏清晨，杜绝后患。太子忌惮至此，竟不惜动用暗卫厮杀朝臣。时辰未定，杀机已伏。既然步步相逼，我便静待其来，顺势破局。传令下去，全城暗中布防，凡有东宫暗卫踪迹，即刻禀报。太子欲取我性命，可知今夜是谁入谁的局？臣隐性赴考，不为私利，唯求以财报国。欺君者，是心怀狡诈，蒙蔽圣听，以私乱法。臣本心坦荡，履职有功，绝非欺君罔上之徒，还请陛下明察。父皇，所谓欺君，必存祸心。苏清言引身份自恃，得功名而尽职，居官位而奉公，这般一心为公的品行，朝堂之中又有多少男儿能够做到？父皇，朝堂旧例禁女子入室，可虑天下无数男儿应试为官，多有庸碌贪腐，无人追责其出身。苏清燕唯独性别相异，便要被科以极刑，以性别论罪，而非以功过断是非，此乃世俗偏见，绝非朝廷律法公道。朕自是知晓，律大定罪，当论心论过。可祖宗规制在前，女子隐匿身份应试，便是欺瞒朝堂，坏了科考规矩，这本就是违律之举。若人人借此特立破规，日后朝堂规制何在？纲纪何在？陛下所言极是，但臣以为，违制不等于欺君，破格不等于乱纲纪。
世人拘泥性别旧俗，却本末倒置。科考之本在于选贤任能，匡扶社稷。苏清言心正才拙，有功无过，却要因旧例定罪。若守旧规而弃良才，寒的是天下实干之心，损的是朝廷社稷之力，绝非祖宗立规之本意。朕方才所言是守。这3篇关于江南水患、西北军饷的策论，是我3夜不眠翻遍史籍所得的心血，字字真心，句句恳切，是我能赠予他最珍贵的念想。我所求从不是仕途名利，只想被心悦之人认可，想让他看见我沈婉宁亦有心怀天下的格局。我想要的从不是一个区区侧世名分，一辈子困于深宅养人鼻心。我想要站在他身侧，和他并肩而立，实实在在替他分忧，一同稳固大好河山，拥有和他对等立足的资格。这篇策论便是我第一块敲门砖。小女近日研读时政，偶有浅见，朕录成册。听闻东宫求贤，特此奉上，望殿下一览。下官定会代为呈送太子殿下。拜托了，愿这一纸心血能入他眼。若得殿下庭阅，是你的机缘，亦是你的福气。我只求一次并肩而立的资格。今天终于能置办新头面了。故治世之要，不在强兵，而在安民。安民之根本，事先封其粮，足其饷。这每一字每一句，都是我熬遍长夜反复砍定的心血，为何会赫然出现在朝廷敌报之上？我诚心将策论交付于你，满心期许能有与你并肩同行的资格，你却将其占为己有。事成之后对我不闻不问。太子真是英明神武啊！这策论简直是我一介闺阁女子，无权无势，一旦当众揭发，父亲与沈家都会被我拖累。眼下硬碰硬毫无胜算，只有伪装，放松他们的警惕，日后才有复仇的机会。你先下去吧。不对，文稿可当作日后举证的凭证。看来明早要出府一趟。世人最善伪装，儒雅谈吐，未必坦荡本心。从前我愚钝，信了太子贤德的假象，他凭我的心血得陛下夸赞，满朝盛誉，而我从头到尾只是他的垫脚石。我手握全部原始草稿，修改痕迹，是他盗我才华的铁证。姐姐洞悉人心，一定看得清楚，他今日荣光全是偷来的。不知姐姐可愿与我联手？旁人赶考盼一朝得贵人提携，唯独这位心里透亮的很。考场便是棋局，如定海神针之般清醒入局，不靠旁人垂怜，只凭自身本事站稳脚跟。圣旨到，新科状元苏清燕即刻入宫紫轩殿觐见，面圣听封。臣苏清燕叩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今岁春闱，你策论官爵天下，颇有才干。谢陛下。家世清白，不涉朋党，实属难得。臣为守本心，秉公履职。沉稳有度，才学抽重，值得历练。今授你翰林院掌院侍讲，入职内廷。这是帝王调衡朝局的深意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定当勤勉忠心。前世我一心一意辅佐太子，倾尽才智打理朝政，到头来只换来猜忌凌职，阖家惨死。那时候我总以为真心能换来善待，不懂人心痊愈，终究是凉薄又自私。回望过往，满目伤痛，幸而重回年少。我要撕碎他的伪装，护住家族，解救所有困局中的女子。前世我孤身入局，满盘皆输。太子最善假意怀柔，拉拢忠臣，利用良善。父亲耿直，不知人心险恶，被他步步引诱，堕入死局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父亲，这道奏折今日绝不能递。此折秉公直言，为国进谏，为何不递？臣恳请陛下明察，还朝野以清正之风。丞相势力盘根错节，贸然弹劾只会引火烧身。说来听听。
太子亲近咱们，不过是想借用苏家清流名望罢了。所以，女儿决意女扮男装，前往京城。燕儿，朝堂风波险色，你可想好了？有些祸事过避无可避，女儿也想护苏家平安。父亲放心，孩儿已经懂事，绝不会再任人拿捏，愚钝误家。